政協會走下來，框架已定，方向已定，未來兩岸沒有任何可幻想空間，就是反对台獨，堅持9·2共識，兩岸要掌握在中國人的手上，這個將來就會是鄭麗文最不民進黨最好武器。所以不管是青鳥或藍鳥，這次都崩潰。怎麼可能習會親自跟鄭麗文見面？怎麼可能習會接見鄭麗文？不能接受！鄭麗文，有種就趕快回來治好黨，你不要以為整個兩岸關係就是唯一的主旋律，精神點好嗎？不要那麼彆扭。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青鳥圍繞着鄭習會一路瘋狂崩潰，到底要崩潰什麼？真的非常的有勢。鄭習會來了不少記者，竟然感覺心情挺不錯的，還笑了一下。後面這次的主負責人是宋濤，王路宇是國師，蔡奇7大政治局常委當中的4個，那首席王滬寧還有蔡奇，這個都是習最貼身的人。這就是所謂的握手14秒，對，就那14秒，搞了很多人崩潰。怎麼可能？習會親自跟鄭麗文見面？怎麼可能？習會接見鄭麗文，不能接受，不就個握手，有很難嗎？也引發了另外一個綠媒今天瘋狂討論的謎底，到底習近平有多高？這有什麼好討論的？一般通論，習近平大概在178到180，跟川普見面的時候，看起來只有差不多高。這個在國際外交場合裡面做一些身高的調整，這也很正常。那討論這個有什麼意義嗎？鄭麗文就是178，他親口告訴我的，受不了這些人，超級無聊的，到底有什麼好討論？總之，在綠媒的眼光裡面，握手14秒何其不自然！鄭麗文唯唯諾諾，這個看到習近平已經下跪要哭了，拜托統戰我，夠了好嗎？明明就是一個非常自然的握手，可以扯到這種程度，我他媽的佩服了。再來，後面一起並列，又在那邊酸習近平的身高，很有事。反正這些無聊到了極致，沒啥屁用了。身高阻礙鄭賴會，下面發的，這個太好笑了，靠北。我的天，這真的，這會讓賴桑不開心，這太扯！我操你媽的 ，AI 太可怕了！我的天哪 ，Oh my god， 完了，勞謝，再玩下去又變勞謝了。身為主席中國國民黨訪問團的各位同胞朋友。開場就用鄭麗文主席，而且你仔細看，旁邊是王滬寧跟蔡奇政治局常委，這是對等，不是破格。因為鄭麗文帶了3個副主席來，蕭旭岑、張榮恭，還有秘書長兼副主席是李乾龍。因為張榮恭是大陸事務部的主任，那其實對應的中共中央台辦主任又是宋濤。因為共產黨是沒有副主席這樣的設置，他們是政治局常委，所以兩邊在對應上其實不完全對應。大家知道，共產黨是非常重視對應的，因為共產黨是採集體領導制，所以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是相當於他的最高決策機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他這個就是決策機構的核心，所以蔡奇跟王滬寧可以說是在黨裡面僅次於習的存在。當然，政治局常委是有排序的啦，除了總書記之外，他也沒有副總書記，其他的常委對應副主席的這個角色。那這個是一個黨對黨的，所以這裡其實你不能說國台辦主任宋濤，你這裡要講中共中央台辦主任宋濤，因為這個是一個機構2塊牌子。我也告訴大家，老共很重視這個，就算是其他地方的政黨來到大陸，如果是以黨對黨訪問，他也是會擺出對等的態勢。這是中國共產黨給中國國民黨一個最大的禮遇，也是歷史的禮遇。因為自有國民党跟共產黨以來，他們一直都是既聯合又鬥爭，但大體來說，兩黨一直是對應的存在。只是今天中國共產黨奪得了中國大陸之後，它的發展已經是一騎絕塵了。那退守到台灣的國民黨，現在甚至連執政權都丟了嘛。當然現在變國會最大黨，可是始終來說，他一直在掙扎，直到大罷免撐過去之後，看起來整個聲勢有所好轉。這裡還很有意思哦。馬英九在馬習一會的時候互稱先生什麼？因為當時沒有解決政治問題，兩岸是以兩岸最高領導人身份見面，所以他不是以黨首身份見面，這是以黨首身份見面。黨首叫中國國民黨黨主席，共產黨黨首叫做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就是中共中央總書記，一般簡稱中共中央總書記，或者直接簡稱中共總書記。所以為什麼我們稱之為習近平叫習近平總書記？所以那些青鳥最喜歡說的對等了，就不對等，這不對等。我跟你講，不止青鳥那邊對不對等，藍鳥更生氣。我發現藍鳥最近跟青鳥一樣生氣，
所以鄭麗文一定是做對了什麼。我就講，不真的很奇怪，要對的也對等了，要講中華民國也有中華民國了，他到底想怎麼樣，就很奇怪。所以說看到講話的方式真的很別扭，你知道嗎？鄭麗文也是做得不錯啦，對啦，這次也可以的，因為前面也提了中華民國，後面又以黨主席的身份跟總書記見面，人家來的陣容基本上就是完全對等，對黨對等，都是用黨的職務啊。所以藍鳥現在跟青鳥這是灰色青鳥，藍色青鳥叫藍鳥，很奇怪，腦子快抽風了。這鄭麗文習智會做的還可以啦，就基本有那個分數，沒辦法，鄭麗文總能讓他們玻璃心碎滿地。而且習近平是說，你告訴我你想來，那我就邀請你來，這就是一個非常友善的相向而行。之前什麼更鄭麗文有種就趕快回來治好黨，你不要以為整個兩岸關係就是唯一的主旋律，精神點好嗎？藍鳥精神點，不要那麼別扭。所以不管是青鳥或藍鳥，這一次都崩潰了。昨天還是清明時節雨紛紛，今天的一個陽光明媚的一個天氣。看得出來習心情蠻好的，而且我跟你講，某些東西是預示。昨天9號北京還下雨，10號北京陽光明媚。這個時節在北京，除了花粉比較重一點之外，基本氣溫還不到那麼高，很舒爽，真的是春天來臨的時候，萬物生機，陽光很通透。很高興大家見面，是真的很高興。這就是我們兩党的領導人在此。所以老共非常重視歷史，習近平本人也非常重視歷史。時隔10年，上一次是洪秀柱了。13年聯席會，聯席之後是吳席，再來15年是朱習會，16年是洪習會，15跟24年是各一次馬習會，再來是鄭習會。這是所謂的10年再約，就是2016、266。你說馬習會當時馬英九已經是民間人士，所以其實是跟老朋友會面，但是願意親自出來就是好朋友。那當然青鳥是很崩潰啦，有意義嗎？怎麼可以有意義？就繼續沒有關係。這有一個小插曲。在這邊，上次誰在這裡？在這邊，對。大家很開心，因為上次張榮恭是跟洪秀柱來的，習近平的激勵是挺好的。還有印象是誰？對兩黨關係、兩岸關係發展具有重要意義。首先，我代表中共中央對鄭麗文主席率團來訪表示歡迎。所以看得出來，除了習近平心情不錯之外，旁邊王滬寧心情看起來也不錯。蔡奇這全場多次有微笑。同胞同屬中華民族，八代泉州。八代泉州指的是李乾隆，因為李乾隆接受中評社訪問的時候，兩岸打斷手骨都是親兄弟。他祖先是福建泉州的，他是來台灣的第8代，還娶了祖籍是浙江省的妻子。兩岸不止一家親，還是一家人，所以這邊應該是對李乾隆講。所以代表事前在做推演的時候，其實習大是連國民黨這些來的，而且有趣哦，鄭麗文的副主席都是實權副主席，張榮恭負責大陸事務部，蕭旭岑負責兩岸青年交流跟協調兩岸之間的事務做穿梭，還有一個紀凌年負責黃復興退休軍人，這4個副主席都是實權副主席，這也代表鄭麗文現在其實也是一種集體領導了。中華民族是有着1000多年文明史的偉大民族，史前還可以往前推溯，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各族人民共同開拓了祖國的遼闊疆域。其實這句話就暗含兩岸同屬一中，共同締造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其實以全世界定義來說，中國絕對是一個單一民族國家了，因為漢人的比例達到92%，像台灣是96%都是奇遇族。不過因為中國人口比例太大，所以中國很多少數民族基本上在其他國家可能是全國就這麼多人。來，大家可以動手查一查，中國大陸最多人口的少數民族是哪一族？是多少人啊？你可以查一查，非常驚人哦。第二多是壯族，1700萬到1800萬，所有的少數民族加起來人口超過1億，所以它比例不高，總量很大，因為大陸人口太多了哦。共同創造了燦爛的中華文明，共同培育了偉大的民主精神，也鑄就了國土不可分、國家不可亂、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斷的共同性。那這反覆強調，兩岸必須同屬一中，國家不可亂，國土一分，國家必亂，民族不可散，不可撕裂民族，56族都是中華民族一份子，所以在台灣的原住民族被統合成叫做高山族。文明不可斷的心引領中華民族自強不息，中華文明綿延不斷。儘管歷盡滄桑，台灣同胞卻始終不忘根在大陸。
心向組合。跟在大陸心向組合，這是接下來他的論述。因為兩岸必須同屬一中，那既然同屬一中了，就是同源同種。所以為什麼一開始說八代泉州？因為李乾隆是從泉州來台的第8代，跟在大陸。魂繫中華，也就是說，生為中華，死為中華，中華兒女精神貫穿。台灣被侵占的那段苦難歲月，日本殖民時期，台灣同胞依然保持強烈的中華民族意識和牢固的中華文化情感，不惜用鮮血和生命證明自己是中華民族大家庭不可分離的成員。日本殖民統治時期，乙未割台，台灣人死傷非常嚴重。中日本統治一事，台灣人被日本人就幹掉了60萬人。至於說邊際的其他的再說，反正如果有興趣，你去台南的玉井賣芒果的地方，那也就是以前噍吧哖事件，日本那邊清鄉殺了很多人，發現很多千人坑，我去看過。中華兒女共同擁有的中華根、中華魂，源於血脈，植根歷史，駐於心中，不會忘卻，不可磨滅。也就是說，在大陸的關懷裡面，台灣人是心繫中華，心繫自己的根源，不會磨滅，也付出了巨大的代價。當前世界百年變局加速演進，但無論國際形勢、台海局勢如何變化，人類發展進步的大方向不會改變。這個叫人類命運共同體，這個是習近平提出來很重要的一個概念。人類發展進步的大方向不會改變，人類命運是共同的，所以叫全球治理倡議。所以對習近平來講，全世界人民的共同進步，中國來引領這件事。而中國的主體民族是中華民族。我跟你講，講到現在，除了提中國國民黨之外，沒有刻意去提中國，而是強調民族的概念，強調認同的概念。但在這基礎上是領土不可分的概念。再來就跳到什麼？人類發展進步的大方向，人類命運共同體。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大趨勢不會改變。為什麼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大趨勢不會改變？因為人類文明整體向前進步，而中華民族是人類文明裡面非常重要的存在，所以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跟整個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一整體的往前去發展。兩岸同胞走親走近走到一起的大潮流不會改變。超級給善意，什麼意思？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人類命運的共同前進，兩岸同胞走親走近走到一起，這是有史以來最大的善意。沒講政治，只是說大家常來常往，走在一起，這個大潮流就是往前推進。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台灣終究要回到民族之列，而事實上台灣人從來沒有離開民族。更重要的是，中國要重新統一富強，所以叫走到一起。只是我沒跟你談政治，我談得非常的軟。這是歷史必然，我們對此充滿信心。很善意的提醒，兩岸走到一起是歷史必然，我們對此充滿信心，代表什麼？我已經相當有能力了，對嗎？為什麼這時候鼓掌？郑麗文慢了半拍，可能太專心在踢了，或者是單獨又給了一個掌聲。這裡又等了一下鄭麗文拍完手才繼續講。這一次已經完全跟你講到，就從民族的角度去詮釋兩岸問題了，甚至都不給你提政治問題了。世界並不太平，和平弥足珍貴，兩岸同胞都是中國人，一家人。這邊在講什麼？今天世界並不太平，因為國人在搞事，所以這裡才從中華民族的敘事進到中國人的敘事。在大陸來說，中國人就是中華民族，但是在台灣，中國人是不是中華民族呢？如果從政治整域來說，因為台灣已經慣用就兩岸一中一台這種說法，有些人就會覺得中國人是政治上，中華民族是文化上血緣上的，他就會有猶豫。要和平，要發展，要交流，要合作。到現在沒有跟你提統一耶，世界不太平，在提什麼？是可以做很多事的，和平很珍貴，是什麼？老共不會輕啟戰端。兩岸同胞都是中國人，通關密碼叫做中國人都是一家人。要和平，要發展，要交流，要合作。和平發展合作，來，這4個全部都是鄭麗文在去之前專門提出來的，和平發展交流合作。而這4個直接就在政協會的上面直接給你回應的。這個時候，習近平親口的去回應了鄭麗文所有的訴求。當然，這個訴求一直都是共產黨的訴求。其實鄭麗文也只是回應了以前兩岸從9·2共識以來的定調。兩黨領導人今天見面，就是為了維護我們共同家園的和平安寧。什麼是共同家園？兩岸同屬一個中國。所以只要反對台獨，堅持9·2共識，9·2共識是什麼？叫做一個中國。
就是共同家園，那我們就有和平安寧。媽的，真的是已經給你最大的空間了，而且是正面提起，沒有給你任何的政治壓力，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不是推動兩岸和平統一，是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讓子孫後代能夠共享美好未來。甚至也不跟你提說子孫後代要一個中國。我們願在堅守九二共識、反對台獨的共同政治基礎上，這個完全是鄭麗文出發前電賴清德的論調。你也可以見習近平，你只要廢除台獨黨綱，反對台獨，堅持九二共識，通關密碼，這一次出來，你就知道為什麼藍鳥那麼崩潰，青鳥那麼崩潰，崩潰到不知道要講些什麼，講得一清二楚，他們那邊聽得一塌糊塗。雖然表面上是對鄭麗文說，事實上是借着跟鄭麗文說，也是對賴清德提出一種壓力，而這個壓力將來就會是鄭麗文最好的對付民進黨去，因為民進黨神主牌一張接一張掛掉，民進黨反核神主牌現在變返回核能啊，小張一點神主牌廢死，川普喜歡死刑，多元成家，川普討厭 LGBT， 對不對？乾淨能源，天然氣發電，川普去打了伊朗，每一張牌不要說別人有，通通被川普拆了。最後一張台獨牌，賴清德現在也在放軟，自己還提了中國大陸。那現在我就逼他，你不要只提中國大陸，你就廢除你台獨黨綱，就這麼簡單，廢了就有空間了。這完全跟鄭麗文講的話對應上了。包括中國國民黨在內的台灣各政黨團體、社會各界人士一道加強交流對話。所以通關密語是什麼？堅持九二共識，反對台獨。所以鄭麗文一再提醒賴清德，你就廢除你台獨黨綱，回到九二共識。你要去可以去見黃國昌，怎麼見？堅持九二共識，反對台獨就可以見了。為兩岸謀和平，為同胞謀福祉，為民族謀復興。為民族謀復興，這一點很重要。那民族的復興是什麼？兩岸要走到一塊，這隱含在裡面，但我都沒有公開講出來。把兩岸關係的未來牢牢地掌握在中國人自己的手中。所以你要先認同自己是中華民族，認同自己是中國人，這事情太好處理了。我就說這些，下面我願聽取。我公開的邀請鄭麗文主席講話。當然，這個事先廣告都對過了。總結習大這一段，真的不只是善意，連政治格局都拉出來。我告訴大家，這次什麼都沒簽，對不對？但框架完全拉出來了，這就完全符合我之前的預判。一定會創造一個新的政治框架。什麼政治框架？就只要你認同自己是中國人，你認同九二共識，你堅持反對台獨，我都可以甚至不在你面前去提統一來為難你。當然說歷史哥又在妄想脫統了，幹你倆雞巴，他媽你殺小，故意要幹掉你們。這就是所謂的通關密碼，這就是所謂的兩岸善意，這就是所謂春暖花開。兩岸要掌握在中國人的手上。讓鄭麗文這一行走下來，框架已定，方向已定，未來兩岸沒有任何可幻想空間，就是反對台獨，堅持九二共識，這就是唯一的通關密碼。任習會之後跟之前最大不一樣是什麼？沒有任何模糊空間，也就是九二共識這個創造性模糊已經不再被人模糊。反對台獨就必須堅定反對台獨，自我認同就是中華民族。作為中華民族，兩岸同屬一中，這是問題就一帆風順往前推進。我跟大家講，習近平既是釋出了善意，也是框住了大方向。大方向就是未來兩岸的框就在這裡面。OK， 為什麼這次那些藍鳥很崩潰？他們只能去糾結什麼鄭麗文的髮型、鄭麗文的穿着、鄭麗文的笑容、鄭麗文的走路、鄭麗文的長相。甚至我跟你講，今天崩潰到什麼程度？崩潰到今年特別去出了一篇攻擊鄭麗文的先生，說鄭麗文的政治轉向，枕邊的陸武昌是調查局的校園運用人員馬超。為了要攻擊鄭麗文，你看，近年的4月9號就先放出來了，說鄭麗文的先生駱武昌教授是當年調查局的spy，就是他，所以鄭麗文變過來了。那看這種低能到不行，還中興大學史學博士陳德明陳博士怎麼攻擊人，你知道嗎？身高出众，外省家庭，不按台語的他，鄭麗文不按台語。美國講話，去甲台積電講你愛去美國申請，所以積電你壓力之下。這是麗文身為中國國民黨的黨主席，咱愛全力努力奮鬥，希望讓咱所有的台灣人民和平的環境。所以在這再一次，別的不說啦，光歷史哥跟麗文姐出去大罷免，他幾乎都講台語，這種東西竟然可以寫出來，還不知道要說些什麼。這些人真的
爛到沒救，對不對？已經罵到沒有東西可以罵了，你別再崩潰了好嗎？我跟民進黨就是在生族軍，什麼台灣的未來啦，什麼台東中整校，就是在操弄族軍。操弄族軍的對敵，咱台灣人伊上好談說，這種講在做代志做啊做好，唔免啊！選舉要選也要權利爾啦，要錢爾啦，愛代票啦。我跟你講，為什麼要操弄這種意識形態？受不了這種人，很惡心。我跟你講，民進黨下西下井。